开了一个 AA， 他烧了2张 AA， 故意的，他烧了2张 AA， 你看故意开2张 AA， 不是随便开的。你这样会被荷官讲评，我告诉你。AK 要加注，不可以而已。AK 加800就好了。好，大家好，我是小 P， 今天我们来到了 A8， 我们要做一个全新企划，叫做1日荷官。你会紧张吗？我不会紧张啊，因为其实我们以前在这个茶店打牌的时候，我们就是有轮流发牌，所以这个发牌我也是略懂。我觉得荷官呢，对我来讲最不熟悉的大概就是射牌，但是如果说你说算筹码、点筹码，我超专业的。我每次看到人家只要一弄错，我都超昂的。所以等一下应该不会有需要一直叫场控的情况。没有，不要，因为我就是场控。怎么可能？好，那我们就出发吧。走。那你知道今天的荷官是谁？就是老师是谁？不知道。学姐，漂亮学姐。漂亮学姐，学妹学姐，我都要叫学姐的，因为她要教我，都要叫学姐。不管多小，18岁也是要叫学姐。好哦。那我们现在人在 A8 的休息室，在我旁边呢是露露学姐。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要叫你老师对不对？没有，学姐就可以，学姐就可以。今天我就是邀请学姐来带领我们，对学姐今天不用对小 P 太客气。好。哦，刚那个，他搞不好平常就对我没有很客气啊。没有。对啊。问一下学姐的资历多深啊？没有，学姐也是菜鸡啦，大概1年。1年？对。哦，等一下看就知道了。那学姐对小 P 的印象是偏严肃。为什么你会这样说？就是给人的形象是比较严肃的。那你在什么时候看到我很严肃，还是说你有发牌发过，然后脸很丑这样？没有，我其实在美国的时候有见过你一次。没有。学姐，我说你真的害怕。完了，气势被压下去了。你当了这个1年的荷官，你觉得厉害的荷官跟那些比较差的荷官，你觉得最重要的3个技术是什么？第一个，我觉得最重要一定是对于牌局的精准度，不管是你发牌的位置也好，或者是辨别牌型，因为有些时候可能花或者是顺子，有些荷官在闪神的状况下，他是没有办法很正确的判别到底是谁赢的。懂。然后再来就是 main side par， 等一下也会学到，就是长短码的分配。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其实 A8 很多玩家并不是这么职业，那在牌桌上到底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玩家的哪些行为是不被允许的。荷官其实在桌上就是第一个最主要的裁判，玩家做了不能做的行为的时候，他要适时的制止。听他讲这3个，我超放心的，因为这3个都是我最会的。对，你最会制止。对啊，我最会制止玩家的我真的是最会叫场控。对啊，因为点筹码这个东西，我知道别人会算错，说那个算错或是干嘛，然后牌型大小，我每天在打牌的，我会看不出牌型大小嘛。很有自信哦。然后最后面那个玩家违规，我就是最会抓违规的人啊。牌桌上的纠察队。对他如果说那个发牌的那个准确度、那个力道这个我可能就很怕。他如果都没有提到这个，代表我今天应该会很顺利啊。那你等一下这个教学，你觉得大概花多少时间？其实我们自己在训练新人的时候，最短也要个2天左右。但是如果是有这么有自信、这么有资质的一个新人的话，20分钟，我相信大概1个小时内可以解决。好，1个小时最多，不能再多。首先呢，我们帮你准备了一套全新的制服跟对讲机，换装。好，走啊，脱衣服。没有。有新人这样子，就是我们新人不会主管帮啊。穿这么帅的吗？有这耳机是什么？对讲机。基本上就是叫福洛用的。我就是福洛啊。你就是牌桌上的福洛。有问题问我就好了。OK。叫福洛不是一样。讲话就按住。对，按住，它有在亮灯就可以。所以说我们2个人。没有，这是整个公司的人的。所以我一讲话，所有人就听得到。对。那我在那边乱发现看什么有人进这个频道在那边乱。Hello， 大家好，我是小 B。他收音在哪边？有，就这个是麦。有人回答我。有人回答你好。我是小 B 哥，你好。今天的新人，请大家多多指教。今天就开始正式我们的荷官训练。第一个最基本的就是摊牌，在前面摊成一个扇形。那这个动作除了摊牌之外，是让桌上的玩家顺便做一个验牌的动作。再来就是洗牌，我们是大字型的洗乱，洗完之后拿着1张牌铲到最底下，然后标准程序是弹2次，然后切3次，
再弹一次，之后拿出红卡，把它放在卡牌上面。好，第3个部分就是等一下可能需要练习比较久的射牌，是要让牌在旋转，要转比较稳。牌在旋转的状况下，它才不会说在发的时候，可能旁边的人就会看到它的底牌。所以这是射牌为什么一定要转的原因。它在转的话，你不管发再高，下面的人都看不到它的牌。那还有就是公牌，发完公牌之后，我们会拿几家的牌去做公比。哦，这超简单啊。对，把赢家的牌推出来，他赢什么？像这一家赢了，他把它推出来。所以你们是一定要推吗？还是说其实看得出来就是它就是3条3，那你还需要推这个牌？标准的规则是要推的，因为他要让牌桌上的其他玩家清楚的能看到他输了什么嘛。专业。对，这是标准的是要推的。那我们就从你比较不熟悉的弹牌开始，我们首先把它抓成2半。抓成2半。对。所以手势是，我的意思是你的4指会抓。照理来讲是你的小指要靠着牌的短的这一侧。短的这一侧。对，然后把它拉成2半。对。然后用大拇指轻轻的把它像翻书一样，把它弹进去，然后再一次。有一个小诀窍，因为你在完全是平行的状况下的话，它会比较难卡进去。对，你稍微让它有一个小小的 V 字形。对，这样弹进去之后，你插进去也可以很顺利的用中指把它拉回来。就会觉得我需要花一点，对，这个需要一点时间练习。那再加上，其实你自己在打牌的时候可能会发现，如果荷官洗牌不够准确、不够快速，或者是他拨牌的弧度太大的话，其实坐旁边的人是会看得到牌的。是看得到的。所以这个动作要快。OK。那射牌有一个标准的动作，是我们手抓着牌的右上角，用中指把它发出去。用中指发出去。我们不是用手腕在甩牌，我们是用手指把它弹出去的。很多人以为是用手腕，但是因为其实荷官一天真的要发好几百副牌，所以手腕会受伤。手腕这样一定会受伤。我们最标准的姿势是用手指在弹牌，就算人不动，牌也可以动。因为射牌这个东西，在一个牌局中，如果是前2张牌就不小心烧牌的话，就要重来，就是重来。对啊。或者是一个牌局不小心烧了2张牌，也要全部重来。当然。对，所以我们会尽可能的不要让烧牌这件事情出生。学姐，这个动作你当初练大概多久？快1个礼拜。每天8个小时1个礼拜才可以正式上座吗？我每天大概练4个小时左右。那因为我们现在在练习的只是定点而已，定点练习射完之后，我坐在荷官位，我还要练习发到每一个位置上。对。像我刚刚看，我射几张牌会有一些会有一些往上翻的话，就是中指出力了。你中指出力想要把它射出去的状况下，你很有可能就会把牌往上翻。所以其实它只是把牌推出去而已。所以是这样子。拿牌拿好了，再把它放出去。你看，比想象中简单吧？开了一个 AA， 他烧了2张 AA， 故意的，他烧了2张 AA， 你看故意开2张 AA， 不是随便开的。发牌我也是略懂。然后我们在发牌的进行中，如果真的有不小心烧到玩家的牌，不管那张牌大小与否，都先说不好意思。那如果那张牌好死不死是 A 或者是人头的话，就讲不好意思。你要不要先练这个？我觉得这个才是你烧了一个 AA 啊，不好意思喽，你的 AA 没喽。我在美国 WSOP 有看过烧牌重发，然后再烧牌再重发，然后烧完大概要爆2次，你还出来混啊？2次根本没有资格出来发牌啊！这太凶了，是不是？没有，因为太凶了，你应该就是对，等下就自己讲话。我如果说2次就真的没有资格出来发牌啊！我不行啊，不能接受。练习的如何呀？很棒。很棒吗？没有问题了吗？就是慢一点可以啦，让他没有烧牌。那就可以进行我们今天的考试了吗？来，考试。那我们就从正式的流程开始。好。然后洗牌。不对。哦。对。要大洗。蛮难看的。方块，所以是同花赢，然后它的筹码量，好 cover， 全部都 cover， 结束，恭喜你冠军，恭喜哦。
会讲这种风凉话。协会的荷官要保持公平公正，偏袒任何玩家的话都不能说，包括恭喜也不行。好。就是我们除了平常发牌之外，还有一些杂事要做，例如就是洗筹码。因为平常玩家每天摸就很多细菌，然后有时候粘很多脏东西在上面，然后这是我们日常会去做清洗。我来洗嘛，真洗钱，真洗钱。它要洗到摸起来不是油的，搓起来是那种涩涩的程度。那我真的是要每一个都去，就是大家是每个月都要搓到，每一个都要抽到。对，感觉上当了。今天被人家来当一日免费仔，被赚了一个免费员工。我有问他们平常筹码要洗多少，绝对不是这个量，他们算对你很好。可是说实话，我觉得还蛮好玩的，但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今天第一次做，跟只做一次，觉得蛮好玩。洗筹码的乐趣大概就3分钟啊，过了3分钟之后，我发现不好玩。这本来就要好玩哦。好了，好，差不多了之后就可以把它铲来旁边的车子上，然后我们就要去擦筹码，每一个都把它正反两面擦干。通常这个工作就是我们没有在桌上发牌的荷官下来会一起做这件事情。还是边擦边闲聊的。对，边擦边闲聊，茶水间话题啊。对啊，你们现在可以聊一下茶水间。他可能觉得我不是内人啊，不大方便聊啊。那你想套话？那你刚刚为什么我说那个荷官脸很臭？为什么你直接就点头对他脸很臭？因为我们每一个荷官都有每个人的定位，像我就是比较喜欢跟客人闲聊，大家都很喜欢跟我聊八卦。对，然后他就是那种比较生人勿近的荷官。哦然后之前有几个荷官很喜欢骂玩家，不知道今天这个荷官会不会是这一个类型的？会暴怒。我觉得他就是只要开口讲话，玩家会跟他道歉。荷官烧牌，然后玩家就说：“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对不起，我筹码不应该放这边，我让筹码不应该放那地方，那是我的问题吗？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那是我的问题。今天你就见到了。好，那我们筹码擦的差不多了，还有其他一些我们日常琐碎的一些杂事，包括服务客人啊，像是我们这边都有提供饮料跟水是给会员的，这些东西就是要由我们来把它补满。好，出发。你不要闪到腰哎！重训专家好不好？看到没有 ？I love my job 。他直接这样推，这才是正确的做事方式，专业的。这个方法再让我多做几次，我也会想到。不是因为我第一次做。那可惜可能也是最后一次。工作目前就告一段落，然后就休息一下，等一下准备正式上桌发牌喽。嗨，各位大家好，大家好。OK， 帮我拿一组码上桌。哦，学姐上来了，亲自监督。学姐直接监督发牌。监台。好，我来跟大家检视一下我的标准动作啦。究竟30分钟可以打几手牌呢？让我们拭目以待。我原本要这样子写，直播间的，谢谢。我刚刚有在家里发牌啊，对。等下真的会很啊。哦，压力好大。刚刚才说不会紧张，现在马上先自爆。我赢了。哦，好，没牌，再偷。可以哈。他刚刚讲再偷，再偷哦，我不能讲，是不是？不能做出评价，抱歉。荷官的危险发言。再偷哦。不行，这个荷官会上靠北扑克。扣了，2位请摊牌。你的 all in 牌要拿出来呀。哦。获胜。恭喜。好 ，cover。哇，怎么办？原本身上是我的了。啊，对哦。扣了，请开牌。哇。哇！有喽。有喽。6300 cover。不要跟我抢衬衫啦！大忙 all in， 起来。好。哇，
你这样会被荷官讲评，我告诉你。AK 要加注，不可以而已。AK 加800就好了，这荷官跟你讲要怎么打牌，加800就好了。7、8、9，那个差不多的都要点。多少点？好，对。好啊，现在要洗成这样啊。现在要把筹码洗成这样吗？9000，好，不到1万。啊，忘了还要放下来。赢的记得要推牌。对，流程上。对，收敛度。升盲喽，100、200 ，NT 200。好，对，我还要看时钟啊，还要看时钟，我忘了。玩家自己提醒。对，这个新手发牌的姿势好熟悉哦。我去美国都看到这种发牌姿势。他这边偷臭美国的荷官。这是刚练的啊，开了，方块2烧牌，马上开给你看。QQ 不要给我们 limp 啦。QQ Link 的要去买课程哦。看什么？One out。哦 ，play out。其实现在都不会讲 play out， 现在讲 C open， 就人家出局了就已经很安了，你在那边 play out 了。但解买之后就不能讲 C open 了。哦，是吗？对，因为 C open 是位置开放的意思。因为我说他喊 play out 的时候，所有人都会转头，然后那个人就站起来，全部人都知道他出局了。他可能在搞不好开赛第一手牌有没有？他这个表情我懂。好，没事。结束喽。哇，点嘛。好，那我们今天这个一日荷官的企划就结束啦。想要问这个露露，你觉得我今天表现怎么样？其实以第一次来说，真的还算不错。满分100给几分？不要客套哦。满分100，有个75到80，一定有及格线上。以后如果想要退役的话，欢迎来这边，欢迎来 A8打工哦。好，刚刚发牌的过程中，除了牌子忘记放下，除此之外的话，你觉得最主要有哪些东西可以改善？我觉得你辨别牌型的能力非常的强，所以你会很不习惯把赢的牌推出去。然后再来就是台面有闲暇时间的时候，台面要把它拉得整齐漂亮。对，会歪的，有点歪歪的，但这就是熟练度还不够。但其实第一次发牌来说，这员工是可以录用的。就我发牌的时候，其实我会特别小心，所以我能够懂说哇，为什么新手荷官一上来发牌的时候，我就直接看出来，因为他的发牌方式跟很有自信的射牌方式是差超多，因为他害怕把牌给烧出来，所以他就会用一个比较保守的方式来发牌，比较笨拙的手法，但是确定不会出错。他这个出发点，我觉得也挺好的啊，因为他不会出错嘛，虽然慢一点，我觉得是可以接受。所以这个就是，我自己是玩家，但是我今天站在一个荷官的角度的时候，我觉得可以更能够用他们的角度来思考事情，然后会给予一些体谅，或者是给予一些关怀。但我觉得我还好啦，其实我以前对荷官还会蛮凶的。一场1万美金的比赛，来的荷官竟然跟我讲说，我不知道哪一个牌比较大，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夸张的事情。就我会觉得说，可能以前那样子就真的不大对，但我觉得我最近其实都2次你还出来混啊？2次根本没有资格出来发牌啊！真的没有人知道你讲。没有啊，就是你就会觉得咋就是好，那我自己对于现场比赛就特别有兴趣。我有听说好像接下来有一个系列赛，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系列赛？就是我们有一个 EAPC 的联名系列赛，我们是跟韩国扑克团体一起联名的赛事，buy-in 是6000或11500，有2组赛事，然后它的保冠有保到500万，大家可以来现场参与这个活动。然后在这之前，我们每天也都有办日常的卫星票赛。所以如果不想要花这么多钱，或者是预算有限的话，可以来参加这个资格赛。对，搞不好有时候会是一个 free roll 嘛。很多人他拿2000块去打一张卫星票赛，就打了一个500万回去，谁知道？那今天荷官这个职位，你有没有什么感想？我觉得他蛮吃专注力的，休息时间很重要。所以我每次看到有一些赛事的荷官如果没有休息，他出错率会越来越高，我觉得非常的合理。原因是因为他看起来是一个机械性的动作，可是实际上你要有意识的知道谁加注、谁什么筹码量，然后要做什么行为。所以荷官看错牌，我觉得在精神状态不佳的情况下是很有可能发生。那以上就是这个一日荷官的企划。好，我们谢谢露露，谢谢小 B， 谢谢。好，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大家拜拜。我觉得小 B 发的很不错啊，都没有出现，比如说撞到筹码、牌翻开，后面开始射牌才有失误1次而已，我觉得发的很好。
大概85分。第一次这样发还蛮 OK 的、啊，主要是流程啊，流程会基本上就有70-80分，射牌就是之后再补强就好。转正吗？转正不行。对，以玩家的角度来讲，就是 A9 的 A 怎么会开不出来呢？我真是看不懂哎，30%的东西怎么会开不出来呢？以第一天来发牌来说，他的表现算是真的还蛮不错的。他应该算是我教的所有学生里点码点的最快、最精准的。当然，他就是很不习惯把台面整理干净，也很不习惯把手空出来做事。除此之外，还蛮不错的。